话说姜子牙违抗了纣王的命令，拒绝修建露台，还直接溜出了朝歌。纣王觉得姜子牙忘恩负义，刚提拔他就跑路了。妲己更是气得要命，他的计划全部都被打乱了。妲己又要搞什么幺儿子了吧？哎，还真被你说中了。他本来想借修建露台的机会一石二鸟，既收拾姜子牙为琵琶精报仇，又能把他的妖精姐妹们引进宫里享福。结果姜子牙一跑，他的计划泡汤了。快来跟我们一起来听《封神榜》其他人物的故事吧。姜子牙跑了以后妲己就开始怂恿纣王找其他的人来修建露台。这一回他瞄准的是崇侯虎。崇侯虎可是一个大奸臣，他巴不得讨好纣王和妲己。这家伙一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人呢。崇侯虎用了2年零4个月的时间就把露台修好了，但他压榨百姓，耗费钱财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露台修好后妲己就安排她的狐狸精姐妹们假扮仙女从天而降，来到了露台。各位小伙伴们，聊到这里我必须打个岔，跟大家来扒一扒我们中国神话里的顶流爱豆狐狸精。准备好瓜子儿小板凳了吗？传说中，狐狸精修炼1000年，能够幻化成人形，拥有各种神通。你们知道吗？狐狸精的故事在中国可是流传度爆棚。除了咱们今天提到的《封神演义》里的妲己，她可是九尾狐的化身。还有《聊斋志异》里的那些个狐狸精比如狐仙英宁，她的笑声可是让人酥到骨子里如果你对《聊斋志异》感兴趣的话，请来一波关注，我们之后安排。狐狸精的形象可谓是千人千面，有的温柔善良，有的狡猾多端，但是都是无一例外让人欲罢不能。他们的故事丰富了咱们的神话传说，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库。在现代，狐狸精呢这个词儿还被大家玩出了新花样，常用来形容那些魅力四射、让人招架不住的女生。不过可千万别把人家和妖怪混为一谈哦，那可是个刻板印象。八卦时间结束，咱们抓紧回到正题，看看妲己和她的狐狸精姐妹们在露台上又要搞出什么大动作啦。苏妲己请自己的狐狸精姐妹们降临露台，这手段不得不服呀。确实纣王看到以为是仙女们降临啦，开心的不行，大摆宴席，还请了压箱比干一起狂欢。这些狐狸精不怕被人发现吗？他们在宴席上都喝醉了，结果尾巴都露出来了。这穿帮了吧？是呀，他们的尾巴被比干看到了，他觉得不对劲儿，悄悄离席去找武成王黄飞虎商量。所以咱们这一集的主角终于要在此刻登场啦。请出主角之前咱们先来一波中文教学。这里有个词儿叫怨声载道，你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？是不是到处都是抱怨的声音？答对了，就是形容人民对统治者非常的不满。这是个好词，回头妈妈让我叠衣服，我不想叠，我就可以说怨声载道。那黄飞虎怎么做的？他派人跟踪这些妖精，发现他们的老巢在轩辕墓狐狸洞，于是他下令放火烧了狐狸洞。妲己的妖精伙伴们全都被烧死了。哇，黄飞虎好刚啊！那当然，主角的光环杠杠的。妲己知道后气得不得了，决定报复。他假装生病，告诉纣王只有比干的心才能救他。纣王不会真的答应了吧？哪里？傻傻的商纣王还真被美人计给套路了，挖了比干的心。妲己还不罢休，想害黄飞虎，但一时又找不到机会。妲己在正月里趁黄飞虎的夫人和妹妹入宫朝贺的机会，害死了他们。太过分了，这简直是罪大恶极。
哎妈，罪大恶极这个词儿啊，你用的十分的恰当，形容人呀做了极大的坏事儿。妲己真是坏到家了，这个词就是给他设计的。哎，黄飞虎啊，得知妻子和妹妹被害，悲痛欲绝。他的部下们也都看不惯纣王吃喝享乐，随便听信谗言，陷害忠臣，便纷纷劝黄飞虎反出朝歌。那黄飞虎反了吗？反了！想到自己忠心耿耿对待国家和君主，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，黄飞虎非常的生气，深深的感到了背叛，于是呢，便带着家人和部下准备投奔西岐。黄飞虎咽不下这口气，临走之前呢，还骑着他的坐骑一头五色神牛，专门去了午门问责纣王。没错，黄飞虎及他的几个忠实的部下呢，也就是他的义弟们，和纣王那边开始了一场大战。纣王不敌，落荒而逃。这里有个词儿呢，叫落荒而逃，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被打败后慌张的逃跑吗？哎，说的没错，形容仓皇逃跑的样子。我也记住了，下一次如果我见到有谁跟我打架，打不过，我就可以说他是落荒而逃了。逼退纣王出了一口气之后呢，黄飞虎一行人便一路向西岐进发。途中经过灵潼关，守关将领张凤此时还站在纣王那一边啊，见到要造反的黄飞虎他们正面交锋，居然也给战败了，于是便想夜袭他们。这个阴险的计划呢，被张凤的副将萧寅知道了。萧寅也是黄飞虎曾经的部下，深深的知道黄飞虎的为人，也听说了他的遭遇，于心不忍，于是呢，便放走了黄飞虎等人。还好有好人帮忙呢。在潼关呢，守将陈同却用暗器红标暗算了黄飞虎啊，那黄飞虎中计了吧？不幸的是啊，黄飞虎中了暗器，从神牛背上摔下来，一命呜呼了。啊，主角就这么领盒饭了？嘿嘿，别急，精彩的呀还在后边呢。我真的想听那个精彩的呀！你也想听精彩？这个怨声载道，怨声载道，这轱辘掐了别播。我去。